外国人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令你会想要吐槽一下的？首先我觉得其实国外，因为之前在国外的时候，我觉得国外还是相对于中国来说，会有一些包括像安全方面的问题。特别有之前在法国待的时候，我们之前的朋友甚至会告诫我们，天黑之前一定要回家或者回酒店，不要在外面逗留，不然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的风险，不管是喝醉的人呐，或者说是一些不好的，包括抢劫也好啊，或者各方面的。有碰到过这种不安全的情况吗？有碰到过，就是包括像吉普赛人，虽然说大家都说口碑不好，可能有点偏见，但是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一群人围着，可能会强迫你交出一些东西啊，或包括金钱啊这方面的东西。在法国。对。因为也有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或者是工作，就在中国的外国人有没有哪些行为是你会不喜欢的？其实很多外国人，特别是欧美人，可能会有一些觉得自己是欧美人的身份，可能觉得自己在中国可能比较的特许。对，特殊，不管是待遇也好啊，还有就是包括跟异性的交往也好，他们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不太妥善的一些处理方法，包括跟多名女性的这些不太正当的一些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点。这种就是在网上看到的还是？网上会多一些，但是我之前在广州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黑人，倒不是说特别歧视黑人，但是黑人的确在一些素质方面，包括坐地铁，他们的一些行为习惯确实会跟国人会有一定的差距，而且也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哪些行为会引起国人的厌烦？就是他们在地铁上可能包括站在那个凳子上啊，或者说躺在凳子上啊，甚至包括喝醉酒了或者大声喧哗的打电话，都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外国人是非常双标的，就是我们在日本的话，感觉外国人在日本非常遵守日本当地的这种行为习惯，可是到了中国，我感觉老外全都放飞自我了。怎么说呢？就是可以不注重这个仪表仪容，随时随地去抽烟，随地去吐痰，因为他们觉得好像在中国大家都抽，我也抽。对，他没有这个行为约束自己，这个行为素质，还有我觉得也是这个环境影响吧。如果他是在一个大家素质比较高的情况下，他也会去注意。但是如果到这种情况下，他看到身边人好像都在抽都在吐痰，他也就去做了。所以还是咱们的错了。我觉得所以说应该做这种硬性规定吧。就是罚款之类的啊。罚款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提高人的这个素质，从心灵上去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错的。其实我觉得现在随着这种对外交往的增加呀，原来披在外国人身上那层神秘的外衣，以及大家过去给他们有那么一帮人给他们披上的那种粉饰的一些外东西啊，实际上也被消除了。比如说哪些外衣呢？比如说过去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说起外国人，一说人家都是彬彬有礼的，人家是肯定不会横穿马路的，人家在外国都是什么的，好像就是外国一切都好，中国嘛都是落后的，一切都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你在我中国的那种城市里面，你看到同样一个外国人，一看没有车照样红绿灯照横穿，不是一样的，就说白了大家都是一样的人，随地大小做吧。就我觉得就让我这个人，我当时就很震惊，就所有东西啪嗒一堆放在那儿就坐下了，一家人就在那儿坐下了。觉得不干净还是就有点挡道，就是我最近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吧。但是其他的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外国人是非常的积极热情。我上次遇到一个外国人就直接走过来就夸我很漂亮。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积极向上的一种氛围，其实是 OK 的。但是你真的不要突然之间看到一群人在那里坐着，我还遇到一次，就是一群人在那里端着一杯酒喝，就在大街上，就是因为十几个小伙子在那里，确实有点吓人。就是不遵守规则。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不是跟外国人或者怎么样，应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得去遵守这个地方的一些规则。在网上刷到那种视频，有那种外国人就仗着自己外国人身份，就有点就是觉得在中国自己可以横着走，反正我觉得很讨厌那种。但我没有碰到，我遇到的外国人大部分都是跟你很友好的打招呼，而且很有礼貌。你咋觉得？我印象里也还可以吧，我觉得没有很蛮横的，就是都是大家互相很友好那种。就是不希望他们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就不希望他们大声喧哗，随地抽烟、乱吐痰这种，就是我们不要干，他们也尽量不要干。
外国人，我之前有时候走在路上吧，其实也没怎么注意外国人吧，他就会一直盯着你看，我不知道为啥，盯你看，太好看了可能。不也不是吧，我觉得反正就感觉有时候有可能是那种异样的眼光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就是有时候去酒吧玩嘛，有些就那些中东国家一些，他们香水味儿还是挺重的，对，就是这点有点接受不了吧。其他的还行。他们说外国人有体臭，还有一些外国人就是就是那种那个词怎么说的？就是说讨厌中国人那个叫歧视吗？对，中国人有歧视很多。比如说呢？就是我就是看不起啊！我之前去香港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些那里的本地人的话，就会不怎么耐烦，就是反正就是那种带有歧视的那种很蔑视的眼神。你就说香港人对于大陆人是吧？对，反正我碰见过，不能说全部的嘛。没有吧？大家都挺温良的。因为我平时上班，我其实出来看到外国人其实并不是很多。那除非有时候去那种，什么餐厅啊，或者是漫展的那种会有遇到那种外国友人，但是还好，我个人感觉大家都挺温良的，可能没有遇到过比较奇葩的吧。因为我觉得比较奇葩的话，可能就像我们这种一般就留到本国玩的，都不会出去玩的。对，在网上有没有就是特别吐槽比较凶的这种外国人的行为？没有吐槽吧，但是我喜欢看日本网友和韩国网友吵架。吵啥呢？就各种吵啊，就吵文化呀，什么都吵。反正我喜欢看他们俩吵架而已。有没有个例子？也没有什么好例子，就韩圈那些事儿呗，就是那些明星啊，那些就带一些配饰啊，又说这个是韩国的，又说日本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就看上去大家都很有精力的样子，又很活泼的样子，至少有精力去吵架，对不对？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生活状态了，对。我们年轻人是没有精力去吵架了吗？我没有，他们应该有吧，我应该没有。对，你是咋了？生活给了你什么压力啊？不想上班了。上班哪方面让你觉得压力大？就像我们做短视频互联网这一行的吧，就是因为它变得太快了，就是无论是做抖音啊还是哪个，因为它平台随时在改，然后我们需要去跟随它平台的节奏，所以基本上像我们公司基本上是每周都有一个就是方向。其实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压力会有一点大，而且像就是做品牌这一块的话，就是有些数据不是说你自己能控制的，对，其实会比较难受，就是数据一直保持低下的情况的话会很难受。我觉得大多数来到中国之后的外国朋友都是非常的友善的。我经常会在比如说网络上看一些外国人做那种歧视的行为，就什么比眼睛啊，或者是怎么用一些骂人的那种昵称，就是很不好。但我相信既然来到了中国，他们就更多的是来感受和文明的参观的，就减少那些歧视行为，什么迷眼睛，我就不喜欢。好，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既然来这里，我们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肯定是有些不同的，这有差异的话我能理解，所以我也能够尊重，能够原谅，所以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不能够接受的，就是除非是那种歧视我们那种对我们不尊重的，我就会不喜欢。你们是工作了还是学生？学生啊。老师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你们想要吐槽的？我去，我们那辅导员，那女辅导员媚男呀，男女差别对待，重男轻女。之前的辅导员不是现在这个。对，差别对待。然后就是我觉得现在这大学吧，就请个假要死一样。你都发烧了，他让你去办公室给他请假，你根本都不能出门了，他还让你去办公室给他请假。然后你家里面有啥事儿，还要打你家里面的电话问很多的遍才给你批假。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有点毛病吧，这个管理。老师，我初中老师我操，咋了？初中老师我操你妈了！我简直做啥了他？我讲一个最严重的例子吧。小学有一次，因为我当时年纪比较小嘛，就是也不懂就是维护自己人权什么的。当时我就上课睡觉，之后他让我站在讲台上，因为我当时年龄还比较小，我也不敢去跟老师反抗，我站讲台上尿裤子了嘛。这老师当时也看出来了，之后他就非等到我去跟他说，所以他才让我去，很不尊重人。
偏爱一些同学，可能是因为成绩好。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亮点，就可能他运动方面比较出色，但是他成绩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在中国的高中，可能老师就会偏爱成绩好的同学。在我们中国，更多老师他的身份是一种上位者的身份，就是他有一种权威感，就是你什么事你都要听他的，你要服从他。就即使老师做错了，学生也不好点出来。对对对，不喜欢这种老师。比如那种很经典的，你上来教，我不讲了。就是在课堂上，老师不希望你们发表太多的观点，是吗？就是希望你不要发表与他们观点不一样的观点。老板有什么行为是你们反感的？就是明明这个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着急，但是呢，他就要求你今天必须马上立刻完成，下班之前要紧急的交出来。然后其实你交了之后呢，他又说啊，你先放那儿吧。我就觉得，那我这么着急忙慌的付出的努力就白费了。其实说给我更多的时间，我可能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的更好。就这样子的行为会让我觉得特别的讨厌。你呢？我就是甩锅，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之前是会跟一些家长呀之类的打一些交道，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虽然说一般来说就是小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但是遇到那种大一点的问题，他们都不，就是他们不出面，然后就让我一个人被那种围着，然后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权限去解决那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还有就是像工作中有很多，比如说他做错了，他甩到我身上去，他不承认他自己是错的，他就只能甩到我身上去。老板不好意思嘛，老板都是这样的，老板都是这样的。最大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一言堂，可能是我不太喜欢的。因为一个好的公司，不管是初创企业还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团队，就是大家的平等的一个对待，一个扁平化的一个管理，包括能够听取多方意见，这是一个公司能够不断成长的一个良好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老板的意见太过的集中，导致下面人没有决策权，也没有一些能够实际作为的事情，这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点。同事呢？如果硬要说，我觉得同事间可能就是那种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对吧？表面跟你很好很客气，但是背面呢可能捅你一刀是吗？对，捅你一刀，或者说跟领导打小报告啊，各种的，这种是我不太喜欢的同事。有碰到过这样的同事吗？有碰到过，肯定有碰到过。这种只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对吧？你有客户的吧？有客户。客户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你想吐槽的？客户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嘛，它的那种酒桌文化会比较的盛行。当你需要跟他合作，有一些极个别的客户，他会需要你跟他喝酒啊，他才能跟你成交一些，合作啊、订单啊。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那是不是不喝酒的人做生意会比较难一点？在中国？其实这也要看，因为90后、00后大家都开始走入社会，当这些新鲜血液补充到社会之后，这些风气就会慢慢的扭转过来。因为现在所谓的酒的文化，很多都是60后、70后他们所带来的一些老一派的思想，当年轻的血液注入进去之后，这些思想就会慢慢更正过来。也没有说行为特别讨厌吧，因为我觉得成都的老板都挺讨厌的。比如说一些施压呀，那些什么什么的，其实你施压我不会特别上进，你越施压我越会不想干。那在工作中啊，就有没有什么老板的行为是您不喜欢的？我自己就是老板。那您觉得你的下属会不会偷偷吐槽您什么？那肯定会的，当老板是孤独的，你如果想跟底下的人打成一片，你这个公司不会好的。那就反过来吧，您下属有没有什么行为是您可以吐槽的？太严了。太严了。怎么说？就是没有自觉吧，没有责任心吧，他需要你不停的去督促他。其实老板都希望，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在工位上一定认认真真去干，就是希望你们都有责任心，把自己事情干好就行了啊。但往往就是老板看着你的时候，你才感觉装作很努力的样子，不看你就很松弛、很松散啊。那如果是对象的，就是另一半，什么样的行为会令你抓狂或者很反感的？哭穷，哭穷，不爱干净。你说？情侣的话，彼此在外面应该都要互相给对方尊重。就对方出去就做一些很不尊重你的事，我感觉这个是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比如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在外面
有男生找我女朋友要微信，他就立马把我手松掉，或者就是去跟别人说话，我感觉这很不尊重我了。那当时你是什么反应？吵架没？我要报警。你报警了吗？那肯定没有啊，抓不进去。你有对象吗？我没有啊，不，我有。好，你说的是哪种对象？男的还是女的？女的有，男的没有。啊，都可以，对象就可以了。对象有的，跟男女没有关系。行，就是对象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你会不喜欢的？假设他做了个什么行为？我对象其实人挺好的，因为你现在在录着像，我也不好说他不好，万一他刷到了呢，是不是？哦，那倒也是，就不让他刷到呢。万一他刷到了呢？就是他有没有吐槽过你什么行为？他对我其实挺不爽的，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有时候会喜欢把那个工作就堆到家里面来做，其实他会让我在公司里面就是把一些东西完成，还有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就比如说猫啊那些，他平时让我喂猫粮那些，我可能会拖他那些，对，他会比较反感我这种行为，但是我一般我控制不住啊，我只能这样，我就除非他实在骂我了，他骂我了，我可能就会演2下。就这种，刚刚就说也不好吐槽他嘛，那有没有什么他的行为是你不理解的？我觉得他应该每个月给我转2000块钱。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对，因为我需要。我觉得还好吧，就没有什么好那个啥的。他其实他优点也挺多的，他性格也没好到哪儿去吧，但是他优点也挺多的，他做饭挺好吃啊，虽然也没给我做2顿，但是就是他能忍我，他也算是个神人了，就这种。对，您的爱人有没有什么行为是您可以吐槽的？他太勤快了哈，太勤快也吐槽。太勤快，就是你比如说你比较松散，比较懒的话，他太勤快，你在家里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啊，就是。他会说您吗？他不会说，然后他会干活，他不停的干，你坐那儿你就感觉氛围不太对了啊，就随时可能会爆发，所以被迫的就加入到他收拾的行列里头了。你假设未来有对象，什么行为会令你非常下头？抠门啊！+1。你和他结婚其实是为了让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反而说很自私的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要花钱。比如说女孩子特别喜欢买衣服，他会说那你这么多衣服你怎么还要买的？就是说结婚是为了2个人过得更好，而不是说给自己找罪受。除了抠门还有其他的吗？不爱卫生，因为你要涉及到跟他相处，如果他太邋遢的话，我会有一点受不了吧。就是我没有说我很洁癖的那种，但是你不能太恶心。如果说你有自己的房间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区域里面不要那么爱卫生都可以，但是公共区域的话还是要注意一点。就包括像自己的一些习惯还有一个就是抽烟。对，又刚走过去一个烟。对，抽烟喝酒，我不是很能接受抽烟的，喝酒还行，抽烟不行。就男生抽烟，你是不会考虑的是吗？对，我的择偶范围就是绝对不会有抽烟的。万一就是结婚之后抽呢？那就更不行了。对。就是你们现在还小，但是未来的话可能会谈恋爱呀，甚至结婚。那你觉得未来你的另一半有哪些行为会令你绝对下头的？过分的管教或者是指责说教的那些东西，我是觉得非常的过分，还有不喜欢的。还有就是对一些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太过苛刻的人，就是以他的标准或者是每个人都不同的习惯来要求你的另一半必须如何做，我觉得是最下头最不喜欢的行为，就是控制是吗？对对对。你觉得一般男生会控制女生的哪些行为？穿衣服穿衣服这个行为。还有就是可能交友方面有些所谓的什么吃醋，然后嫉妒心比较强的男生，就控制他的交往的对象的一些人际交往，不让你去跟别的男生交往，就交朋友。对，正常的交朋友，对。已经谈了，讲解一下。怎么说呢？有自己的看法可以，我很讨厌就是自以为是嘛。就是如果说遇到一件事情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呢，因为你的想法肯定是有问题的，但你非要坚持，我觉得这种就是很愚蠢。他比较爱聊天，比较喜欢说话，我呢就比较安静。反正如果聊不到一块儿，就会发生矛盾。但是知道这些，慢慢就克服吧。2个人之间还是要
还是要和平下去，就是尽量照顾到对方的感受，因为我知道他有些时候讨厌我的感受，讨厌我的习惯，所以我们之间就会发生一些小冲突。您知道你有什么习惯是爱人不太喜欢的吗？我抽烟那就不喜欢。哦，那有尝试改变吗？没有，他知道我抽烟喝酒，反正有些，因为男人吧，到了这个年龄就这么一点爱好，如果你把它戒掉，我就觉得好像你就没有什么爱好了。其实我对我的对象爱人，有一种充分的信任，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不光是他，包括我自己，我们也在努力的在向对方靠近吧，然后也在不停的变好。我觉得至少目前看来，我看不到我对象会让我觉得有不舒服的点。那就不说您对象嘛，就是作为男性的话，你觉得女性有什么样的行为是你觉得看不惯或者是不理解的？这个说出来可能不太好，就是女权。就是过分的女权。对，过分的女权，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或者任何一件事情上，他们都会把高度上升特别高，上升到男女对立的一个情况下，我就会觉得是我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点。有听过某些言论吗？就比如说男性在比如说行业里头是比如说担当责任，女性就没有任何可以作为的一些方面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正确的一个言论，因为其实现代社会女性的地位也在逐渐的提高，而且现在男女双方不是一个对立的一个角色，而是相辅相成，大家一起相互合作，一起互相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方式。朋友之间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令您觉得不舒服的？三观不一致的话，对不上的话，就有些时候令人讨厌。因为像讨论到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就是俄乌战争，如果他是挺俄的话，我就不愿意听。我觉得他不是站在正义一边。我比较讨厌装货，就开口就什么，就中文里面加个英文两句，实际上都没去过2年国外，就是这个听着挺难受的。能不能说中国话？我比较反感那种装货，因为成都很多装货呀，就又没钱又穷，长得又不好看。然后当然我没有自己长得好看的意思啊，我也没有自己有钱的意思啊，就是只是说比较反感那种很装逼的行为而已。朋友呢，就身边的朋友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你不喜欢的？有吧，就是我朋友跟我坐地铁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拽那个栏杆荡秋千吧，学那个星星，挺丢人的。劝酒吧。大家关系都很好，但是喝开酒之后就没有这个感觉不到关系好了，就是一定要道德绑架你，要多喝2杯觉得喝得多，然后我们就感情好啊。如果喝得少，就你这不够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挺难受的。身边的人，比如说朋友啊、同学，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不喜欢的？我在上学之前，我会害怕有不讲卫生的、不讲道理的这种。你就不洗澡那种还是？对我们，但是真正来了之后好像没有，对大家都很好。对，上大学之前都怕遇到一个什么那种，就是1个礼拜、2礼拜不洗澡，然后不换衣服，然后弄得寝室乌烟瘴气。那好像大家都挺爱干净。对，一来宿舍感觉，而且彼此好像都挺怕对方不爱干净。可能第一个就是他无时无刻的都在拍照吧，或者说走在路上的时候，他还在那里去检查他的照片，然后或者说去回别人的消息。其实我觉得在出去玩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比较讨厌和比较反感了。就是我可能只会跟他出去1次，或者说我稍微说一下，如果说他特别反感的话，我可能下次就避免和他在一起出去玩这样子。您为什么会特别讨厌别人在你身边用手机这样子？其实我不是说讨厌用手机，是因为大家其实出来玩了，是为了我和你一起创造一段美好的回忆，而不是说我和你一起人在这里，但是呢，我的心在手机上跟别人在一起。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不是很好。我好像没有太严重的那种标准吧，就是都能忍受，好像都能忍受。我不喜欢别人随意动我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不经过我同意，我就觉得没有尊重我。我可能不太喜欢的同学，也就是没有分寸感嘛，就是刚开始大家都不熟悉，然后他可能有些就推你啊，或者是怎样那样都不
不是特别的好，就会喜欢那种分寸感强一些的同学。大家讲道理，然后讲一些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合理的谈论，而不是说以我的朋友身份而冒犯你，或者是让你觉得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就是不太喜欢那种太过于贴近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一些就是问候家长的这种脏话，然后他们说的很流畅，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嘛，只是说我们耍得好，然后可能不在意，但是如果是对那种陌生人的话，听着会觉得有一点反感。所以就是如果我自己以后有小孩，肯定是要教育，肯定跟再好的朋友之间也要多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习惯了，你肯定难免跟长辈也突然冒出一句这种脏话。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吃槟榔这种，因为我也不吃槟榔，然后他们有时候吃槟榔吃了就到处吐那个渣子，确实很反感。我们一起打牌的时候，他们如果乱吐这个渣子的话，对那个牌桌的话就还是很不干净。迟到，我觉得准时是一个人比较基本的一个素养。对，如果一些不可抗力我能理解，但是是你的一些主观原因，我觉得这是我不能容忍一点，而且在下一次我可能就不会再跟他进行有过多的包括约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游玩也好。在公共场合，比如说餐厅呀、大街上呀、高铁等等哦，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要吐槽的行为？就还好吧，就不要在大街上拉屎就可以。成都的话，就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把那个脚放在那个餐厅的那个椅子上，就还好。有吗？有啊。多吗？多呀。那你碰到的时候会怎么办？一般像我朋友就是这种人，一般我会骂他。我不喜欢在公共场合抽烟的人和吐痰的人。你觉得多吗？不是很多，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很文明的。那你碰到抽烟的你会怎么办？我只是会很卑微的就散一下就不管了，没有不好意思说。你呢？我的话就是除了抽烟的话，就是抽完烟的那个烟头丢在地上，非常的不文明。还有就是吐痰的问题。可能大城市的大多数大家接受了教育的同志们就比较的文明，就不会吐痰，然后就包住丢在垃圾桶里。但是有些小地方或者是没有接受文明教育的同志们就会乱吐，这个是个很不好的行为，就比较大家都不喜欢的这个行为。在公共场合，比如说餐厅呀、街道呀，或者是高铁类似的公共场合上，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令你们反感的？接吻吧。有吗？见到过吗？有那种非常恶心腻歪在一起的那种。你呢？我都行。好，很好说话嘛。还有什么别的行为吗？个人卫生不注意吧，比如那很臭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那个的。而且如果在地铁上的话，那就更恶心了。大声喧哗呀，然后放那个手机里边不放外音，放外音，然后吵。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碰到过，坐飞机临排，在那儿放，很吵。大声喧哗。对，大声接电话、打手机之类的，然后在公共场合抽烟。对，我觉得中国这个禁烟这方面还是不太严苛，很多人还是在公共场合会有一些抽烟的行为。我也很同意，我非常讨厌抽烟的，因为我一闻到那种味儿就会特别难受。你自己不抽？我不抽，肯定不抽。都不抽烟。你觉得现在年轻人抽烟的多吗？就是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其实不少，对。但是如果能在合适的地方去抽的话，不影响别人，我觉得是 OK 的。比如说在地铁里或者是高铁里有大声喧哗，影响到你们休息了，你们会去指出来说吗？我会说，请你小一点声。当然，如果他就是不更改的话，我可能会叫乘务员啊，或是采取一些比较严厉的手段。好坚定啊！对，那肯定他做的是错事，我为什么要让步呢？就是您有碰到过这种，然后有说出来过，对方通常什么样的态度？通常还是比较就是我做的是错，对不起，不好意思这种的，很少有就是我行我素继续干下去的。我倒是碰到过有那种很我行我素的，就是你跟他说了之后，他肯定不会改，然后还会去骂你那种。所以我现在遇到这种大声喧哗，一般戴个耳机就好。他怎么骂你的？就说我在这里，你管我干什么？我爱怎么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吗？那就这么怼我。外放声音吧。还有那种不爱卫生，我之前就遇到过，就是全是那种屑状物、粉状物的一些
恶心的东西。在哪里？就是座位上，还有就是那个餐桌呀之类的都有。您刚刚说那个外放声音是指在餐厅吗？还是说高铁？其实就是高铁上，就是可能很多的老年人，或者说其实也有一些年轻人，但是可能中老年人比较多，他就可能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吧，就是他打开了他的抖音，然后他就很自然的有声音，然后就非常非常大声。那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会去指出来吗？如果说她是一个大妈的话，我可能会稍微说一下，我说阿姨，你可不可以把声音调小一点，或者戴个耳机？但是，一般对于5大3粗的中年人，我就默默的戴上我自己的耳机。我不太喜欢的就是乱丢垃圾或者是乱吐痰之类的，我通常把它叫成豌豆射手。啊，豌豆射？对，因为我以前我就是被人家就是吐到过身上，然后就很糟糕。我觉得你碰到的都好刚好，好奇葩。对。首先第一个吧，就是二手烟，跟人的屁股后头，尤其带着孩子，能闻到烟味儿，这个是比较讨厌的。然后就是随地吐痰吧。虽然说现在国民素质已经提高了不少，但是还存在很多这样的行为，让人比较厌烦。就是当您跟孩子在外面，在街道上面，然后碰到有人就在旁边吸烟的情况，您会去说吗？没有办法说，因为每个人的素质不一样，你去说他会觉得你多管闲事。我觉得这是素质提高的话，他会很自觉的去注意这个问题。就说随地吐痰这个事情，你觉得现在还很普遍吗？非常普遍。我昨天就在太古里坐着，地上好几团痰。第一个嘛，大声喧哗，特别是一些密闭空间的话，这个特别不好。第二个嘛就是随地吐痰。第三个嘛就是插队，不守规矩。就是当碰到这种，比如说插队啊，你后面站了一个人，他插了你的队，你会说吗？我会说，我会给他指出来，并且叫他退回去。这礼仪上错误的事情，每个人如果都抱着一种与己无关的不去管的话，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就不会变好，对吧？对，你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就是当你遇上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能站出来去指出，让他把这个行为错误的行为给他制止掉，这个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起到很好的作用。其实像坐地铁各方面的，我比较不喜欢，包括像就是小孩儿，就是他们特别的闹，然后呢东跑西跑的。孩子可能很多东西他不懂，但是家长如果不去教他很多的东西，那么就是一个父母的一个责任没有尽到，他的义务没有尽到。包括像吃饭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大吵大闹，或者说夏天啊天气热，他们可能会脱衣服这些之类的。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公共场合嘛，在家里我觉得都无所谓，但是公共场合我觉得注意一下个人的形象啊，包括声音的音量，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不喜欢的一点。